几年前，一个寻常的加班夜，我挤上开往郊区的末班地铁，车厢里人不多，疲惫是唯一的通行证。角落里，两个年轻人的对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车厢里昏昏欲睡的空气。一个说：“哥们儿，你说咱们这代人是不是没活路了？要么挤进大厂拿命换钱，卷到35岁被优化毕业，要么挤破头考编，考到30岁连个面试通知都收不到。”另一个发出一种近乎叹息的苦笑：“可不嘛。”我表弟说：“现在连送外卖都要开外挂抢单了，卷，往死里卷，好像除了卷没别的活法了。”那个瞬间，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灯火，一种前所未有的寒意从脊背升起。我意识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人生范本里，从标准化的学校到流水线的公司，从被量化的 KPI 到决定你年终奖的绩效，我们像一群被圈养的工蜂，终日忙碌，却从未想过这蜂巢本身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崩塌。我们被告知好好读书，找份好工作就是最安稳的人生，但真的是这样吗？打工从来不是一场可以稳赢的游戏，它甚至不是一场游戏，而只是别人牌局里的一张牌。而真正能在这场时代洪流中破局的，恰恰是那些最早看清牌局本质，敢于掀桌子、自立门户的叛逆者。今天我想写的不是一篇教你如何升职加薪的职场攻略，而是一封写给所有心有不甘的普通人的出走檄文。下面这5个残酷的真相，或许就是你我在这场名为打工的幻梦中醒来并逆势上岸的唯一路径。你以为的稳定，不过是延迟裁员。我有个朋友叫小林，小林是那种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名校毕业，一头扎进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起薪高，福利好，年终奖发下来能在老家付个首付。每次家庭聚会，他都是亲戚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正面典型。小林自己也深信不疑，他觉得人生最正确的路，就是依附于一个巨大的、光芒万丈的平台，成为他身体里一个高速运转的零件。为此，他可以接受996，可以为了一个项目上线，在公司打地铺睡半个月。他把自己的青春、热情甚至健康都毫无保留地抵押给了这家公司。他以为忠诚和努力可以换来对等的稳定和回报。直到去年秋天，他所在的整个事业部因为集团的战略调整被连锅端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拿到 N+1 补偿协议时，坐在我对面，眼里那种巨大的茫然和破碎感。他反复说一句话：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遵守了所有规则，我加了最多的班，我拿了最高的绩效，为什么最后连一句体面的再见都没有，只有 HR 冷冰冰的优化2个字？我没法回答他，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吼，因为在资本的逻辑里，你从来不是资产，你只是成本。资产需要用心维护，而成本只需要被无情的压缩。心理学大师荣格早就说过，在集体中寻找安全感的人，终将成为集体的祭品。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尤为刺骨。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打工思维，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用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不可再生、巅峰期最短的资产——时间和精力，去交换一家公司最容易贬值、最没有想象空间的负债——你的薪水。这听起来像不像一场必输的赌博？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你多么努力，每年的工资涨幅都像一个笑话，永远追不上印钞机的速度。10年下来，你的月薪可能从8000涨到了15000，但你家楼下的房价早已翻了3倍，你孩子补习班的费用又涨了30%。你以为你在财富积累的快车道上，其实你只是在通货膨胀的跑步机上拼命的原地踏步。更可怕的是，
这场交易的主动权从来不在你手里。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你的可替代性和替代成本决定的。老板给你发1万块工资，不是因为你值1万块，而是因为他暂时找不到一个愿意拿9000块干同样活的人。一旦他找到了，或者一旦 AI 学会了你的工作，你的稳定就会瞬间变成一张轻飘飘的 A4 纸。小林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我们这一代打工人的宿命预言。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大厂背景，在被裁的那一刻，变成了他最大的诅咒。他习惯了做一颗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当机器不再需要他时，他发现自己除了拧螺丝这一个动作，已经丧失了在旷野里独立生存的能力。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问我：“你说我是不是活废了？”我告诉他：“不，你只是刚刚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醒来总比在梦里被温水煮死要好。单干不是豪赌，而是最理性的经济选择。”很多人一提到单干、创业，第一反应就是退缩，那是少数天才的游戏。我没人脉，没资源，没本钱，风险太大了，我输不起。这种想法是打工思维最深的钢印，它让我们误以为单干是一场需要天赋异禀、手握重金的孤注一掷的豪赌。但真相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单干，不是逞英雄，而是算明白了经济账之后的理性选择。我给你讲个我身边最真实的故事。阿雅，一个普普通通的2本毕业生，在一家不好不坏的公司里做了5年行政，工作内容就是订饭、贴票、修打印机，月薪6000，一眼望得到退休。她就是我们身边那种最不起眼，甚至有点佛系的女孩。但阿雅有个秘密，从2018年开始，她白天是写字楼里温顺的螺丝钉，晚上回到出租屋，就变成了亚马逊丛林里一个凶猛的猎手。他研究亚马逊的全球选品，研究不同国家的消费习惯。他把工作5年攒下的3万块钱全部投了进去。前3个月血本无归，他选的品要么无人问津，要么被巨头碾压。父母劝他安分守己，好好上班，别折腾了。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自我怀疑的深渊里挣扎。转机发生在第4个月，他在研究一个宠物论坛时，无意中发现，很多养猫的上班族都在抱怨一个痛点：短期出差，猫咪的喂食和饮水成了大问题。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宠物智能用品。他立刻调整方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智能喂食器、自动饮水机这个细分赛道上。他不懂技术，就去1688上找供应链；他不懂营销，就去看 YouTube 上最火的宠物博主是怎么拍视频的。他用自己养的猫当模特，拍了一个极其真实的铲屎官出差3天，猫主子如何在家锦衣玉食的短视频，投放到 TikTok 上。视频爆了，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如今，阿雅的团队有20多个人，在深圳湾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海景房。我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笑了笑，说：“哪有什么秘诀，我只是想明白了3件事。第一，找到针尖大的赛道，市场越大，竞争越红海。普通人破局，不能去航母上跟人拼刺刀，而是要找到一个巨头们看不上也懒得钻的针尖市场，然后用尽全力把它捅破。第二，建立最小的商业闭环，别总想着做平台、做生态，先试试看能不能用最低的成本跑通一个发现需求、提供价值、完成交易、获得利润的最小流程。这个流程哪怕一天只能帮你赚50块钱，但只要它能跑通，它就比你在公司里写100页 PPT 更有价值。第三，利用时间的杠杆。打工是用1份时间换1份钱，而单干是用1份时间去打造一个能持续为你赚钱的系统。
阿雅白天依然在做行政，但她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变成了可以撬动未来收入的杠杆。雷军当年那句话，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风光的打工皇帝，本质上还是打工人。为什么？因为打工的薪水是你价值的地板价，它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而单干的收入是你价值的天花板，它只有你创造的价值大小决定。你不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你是在构建自己的利润模型。单干不是让你辞职去跟全世界为敌，单干是让你在主业之外为自己的人生建一个备用发动机。它可能开始只是一个兴趣，一个副业，一个不起眼的小常识，但这个火种一旦被点燃，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燎原成你自己的商业帝国。从0到1，你只需要打通一个赚钱开关。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道理我都懂，我也想尝试，但我没经验，没资源，没方向，到底该怎么办？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从一个最小商业闭环开始。什么叫最小商业闭环？我再举几个例子，你会立刻明白。你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博主分享了一款超级好用的厨房收纳神器，出厂价可能只要30元，但在一些高端家居买手店或者信息闭塞的渠道，它被贴上了进口设计师款的标签，售价高达150元。如果你能联系到源头工厂，拿到代理价，然后通过写测评文章、拍短视频、做直播的方式，在另一个平台以99元的价格卖给那些需要它但又不知道去哪里买的精准用户，交易完成，你赚到了差价。这个闭环成立了吗？成立了。你需要租仓库吗？不需要，一件代发。你需要开店铺吗？不需要，一个社交账号就是你的店铺。你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吗？不需要，你的启动成本可能只是一部手机和几个样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有效的赚钱模式，就是利用信息差、认知差和信任差。你不需要改变世界，你只需要成为一个更高效、更值得信赖的信息连接器。我认识一个在银行做柜员的女孩，她最大的爱好是做 PPT。她能把一份枯燥的年度报告做得像苹果发布会一样酷炫。起初，她只是帮同事免费做，后来她发现很多职场人，尤其是管理者，都为如何做一份出彩的述职报告、融资计划书而头疼。于是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在知识星球上开了一个社群，99元每年。在里面，他每周分享一个他拆解的顶尖商业 PPT 案例，并提供可修改的模板原文件。同时，他把自己的作品发到抖音和 B 站上，吸引那些有 PPT 焦虑的泛职场人群。1年后，他的这个小爱好为他带来了超过30万的年收入。他把一项技能变成了一个可复制、可交付、可规模化的产品。这个闭环比他在银行数十年前要性感得多。一个朋友，3线城市公务员，特别喜欢研究本地历史和各种犄角旮旯里的美食。他开了一个公众号，叫某某市的味，不追热点，不写鸡汤，就只写他亲自探访过的，开了10年以上，老板很有故事的本地小馆子，文字质朴，图片真实。2年时间，他积累了5万本地粉丝。后来，他做了一件事，他跟那些他写过的小饭馆老板合作，推出某某市的为粉丝专属套餐，他从中提成。他还组织粉丝线下探店活动，门票收费。现在，他辞掉了公务员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本地生活工作室。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单干不是一个人干，是让你的热爱成为你和一群人连接的桥梁，然后让这群人成为你商业模式的共创者。看明白了吗？想要破局，
你根本不需要一个宏大的商业计划书，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极小的切口，打通一个能自己循环起来的赚钱开关。这个开关可能是一个信息差，一项你被低估的技能，一个你独有的热爱。然后记住这句话：小赢靠执行，大赢靠结构。先用最强的执行力把一个最小的项目跑通，证明你的价值创造能力，然后你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思考如何搭建一个更大的能承载你野心的商业结构。用复利思维对抗线性努力。你听说过竹子定律吗？竹子在种下去的前4年几乎看不到任何生长，有些甚至几年才长几厘米，因为它在用所有能量向下扎根。它的根系在土壤里疯狂地延展，能达到数百甚至数千米。等到第5年，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能以每天几十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在短短6周内长到15米高。单干就是一场普通人的竹子定律，而打工，无论你多努力，都只是在扮演一颗盆栽。你的成长空间从一开始就被那个小小的花盆给限定死了。我认识一个做私房蛋糕的女生，琪琪。她刚开始在朋友圈卖蛋糕的时候，根本没人买。她每天精心制作、拍照、修图、发朋友圈，下面除了几个朋友礼貌性的点赞，空空如也。甚至有亲戚在背后议论，好好的搬不上，再加完面粉能有什么出息？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没有收入，没有认可，只有无尽的自我怀疑。但他没有放弃，每一天他都比前一天多做一点点。今天研究一下别人的爆款蛋糕图是怎么拍的，光线和构图有什么讲究。明天研究一下文案怎么写才能让人隔着屏幕都流口水。后天他鼓起勇气给第一个下单的顾客打电话，认真地询问对方的口感和建议。他把每一次失败都当成一次扎根的机会，每一次嘲笑都当成给根系师的养料。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3年。3年后，他积累了8000多位高粘性的精准顾客。他甚至没开淘宝店，光靠一个微信号和几个微信群，在节假日高峰期，1个月就能做到10几万的流水。我问他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他说了一段话让我热泪盈眶。打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单干之后才发现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不用你自己说，别人自然能看出来。前提是你得先熬过那段没人知道、没人看见，甚至连你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假性怀孕的孕早期。这就是复利的力量。打工的努力是线性的，是加法。你今天加班1小时，得到1小时的加班费，你这个月业绩翻倍，拿到2倍的奖金。但下个月一切归零，你得从头再来。你的努力无法积累，无法沉淀，而单干的努力是指数的，是乘法。你今天多优化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会在未来的每一次交易中为你多创造一点利润。你今天多服务好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可能会在未来为你带来10个新客户。你今天多学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会和你所有的旧技能发生化学反应，让你整个人变得更值钱。复利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留给普通人最公平、最强大的逆袭武器。它不靠拼爹，不靠背景，不靠运气，它只信奉一条最古老的法则：持续行动加持续学习加持续迭代。请你审视一下你过去的1年，你的时间是在做加法还是在做复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5年后是在原地踏步，还是早已破土而出，长成了自己的一片竹林。人生唯一的出路是自我救赎。写到最后，我想谈谈比方法论更重要的东西——心态。很多人单干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努力，
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是输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弱者心态上。机会靠等，人脉靠要，资源靠求。他们不敢改变，因为害怕未知的风险；他们不敢试错，因为害怕沉默的成本；他们不敢迈出第一步，因为总觉得还没准备好。手机的收藏夹里有几百个 G 的搞钱秘籍、商业思维课程，但一个都没打开过。微信里加了几十个创业精英、人脉链接群，但一句话都没说过。嘴上天天喊着想搞个副业，结果刷短视频刷到凌晨2点，第二天顶着黑眼圈继续去公司当咸鱼。这不是懒，这是认知型自废武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会有人来帮我的。等我那个当局长的亲戚给我介绍个项目，等我那个当老板的朋友拉我一把，等市场行情好了我就开始。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等死。残酷的现实是，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泥潭里挣扎，没人有空回头拉你。人生的终极铁律是，没人能替你举起奋斗的铁，没人能替你度过命运的劫。那些你看到的靠人脉、靠资源逆袭的成功故事，背后99%的真相是，他们都在一片死寂的沉默中，独自苦熬了至少5年。是他们先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那些所谓的贵人才循着光找了过来。是他们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连接点，那些所谓的资源才开始向他们汇集。先自救，才有人救；先自强，才有人强。你要先成为自己的贵人，全世界才会为你铺路。还记得开头那个被裁员的朋友小林吗？他消沉了半年后，终于想通了。他没有再去海投简历，去跟更年轻的毕业生抢那些螺丝钉的岗位。他把自己关在家里3个月，用他过去10年积累的编程能力，开发了一款专门针对独立开发者和小微企业主的项目管理协作工具。功能极简，但每一个都直击痛点。他把这个工具免费发布在一些开发者社区，因为他自己就是用户，所以他最懂用户的痛。产品口碑迅速发酵，1年后他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上周我们一起吃饭，他跟我说，被裁员是我这辈子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他一巴掌把我打醒了，让我明白安全感从来不是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岗位给你的。安全感是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创造价值，并把价值变现的能力。